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教徒。今天我们要把 9800X3D 从之前的裸测架搬到新买的 TUF Gaming GT502 和 Ryzen 5界版，顺便把手中的 RTX 4070跟 RX7800XT 这两张相同级距的显卡拿来做比较，看看魔物猎人是对 N 卡还是 A 卡比较友善。还会顺便改造房间，分享平常使用的设备有哪些。我先从 TUF Gaming GT502 和 Ryzen 5界版开始介绍。在这个画面，左边是 GT502 一般版，右边是 GT502 和 Ryzen 5界版。这两个唯一的不同就是5界版玻璃之间没有一根柱子挡住，整体感觉比较通透，欣赏零件的时候不会被挡到。风扇我是入手 TUF Gaming TR120 ARGB 风扇。买的时候有优惠，一组3路的组合会再送一颗 TR120， 总共1590元，平均一颗接近400块。那反向扇包装会用英文注明它是反向扇，通常这种会装在机壳底部跟侧面进风，就是希望风扇出风面不要被塑胶结构挡住，影响美观。然后记忆体会舍弃之前的8000跟6400频率，换上 AMD 主流6000频率记忆体。微刚的 Lenson Blade RGB DDR5 6000 24GB×2， 因为有 4K 剪片需求，就只上2组来到 96GB， 避免夜长梦多，整天担心记忆体不够用。其实当初也有考虑2条 48GB×2 的组合，但这组频率太低了，价格又不到位，果断放弃。不如买微刚的4条6000 24GB， 只要9500多块 ，CP 值爆表。然后这一款记忆体RGB 导光条变节蛮大也快的，是 RGB 控的福音。但教徒我其实不太喜欢 RGB 导光条，因为会影响散热。持续是 CL30 1.35 伏的电压，蛮常见的规格。那现在在我手边就有微刚、宏基、知奇这3家记忆体。接下来我会开始比较它们之间的散热面积，哪一组做的比较好。首先，我认为最好的是宏基的 Predator Plus 2， 没有 RGB， 全部都是金属散热片。再来才是知奇换风景 Tenon 练5 RGB， 因为有导光条，导致没有太多空间放金属散热片。最后则是微刚，它除了导光条面积占空间以外，又做成矮盘记忆体，导致放金属散热片的空间更小。不过如果想装 ITX 小机壳，这反而是最佳选择。但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它的散热片厚度只有另外2家的一半？明明厚一点也不会影响安装，成本也很便宜。希望微刚未来产品能改进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开始搬家。这边散热膏因为当初涂太多，导致卡在旁边没办法清得很干净，还请大家见谅一下。各位，终于完工了。我得承认一件事，虽然我嘴上说 RGB 会影响散热，不是很喜欢，但实际装上去看它发光的样子，还是会感受到 RGB 那独有的魅力，真的太漂亮了。显卡是用 GT502 和 Ryzen 5界版附的显卡支撑架。这边提醒大家，因为现在显卡越做越大，也越来越重，手上有显卡支撑架的话，能用就用，增加显卡使用寿命。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成品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全景式的海景房机壳，虽然只有少掉一根柱子而已，但给我们的视觉提升是非常棒的，所有零件看得清清楚楚，非常漂亮。
再来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房间做了哪些改变，从之前的这副形态变成现在这一面，全部都是我的收藏区，有我最爱的 TUF 收藏，CP 值爆高的 X3D 系列，平常会带出门的 Sony DV1， 一些花花草草跟桌边小物。另一边则是改成了工作区，来看看我替自己买了哪些东西。首先，路由器我是直接用上次购买 TUF X870跟9800 X3D 送的 TUF BE3600，支援 WiFi 7，刚好跟我的 X870做一个搭配。未来有新的网络需求，也可以做有线扩充。再来滑鼠，我从罗技的 G304 升级到 TUF 的 M4， 因为那时候有特价，刚好又是 TUF 就下手啦。最大的差别就是从 G304 的96公克变成 M4 的89公克。如果追求更轻的手感，也可以用4号电池搭配华硕再面附的电池转换器，重量会来到更轻的80公克。而且这样子会有一种微妙的平衡感，跟3号电池重心比较偏向尾端，这样子搭配平衡会更加自中，滑起来手感更好更轻。按键部分比较偏向扎实手感，这边每个人喜好都不同，建议大家直接到实体店面按按看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在意滑鼠重量部分，跟 G304 比的话 ，M4 价格会多100多块，但它最多能轻 G304 16公克，重心更平衡，手感更好。连接支援蓝牙 5.1 跟 2.4G 无线，相比 G304 只有 2.4G 无线，强制占用一个 USB 孔。M4 可以支援蓝牙，绝对是 USB 孔不够的最佳选。撇开信仰的加成 ，M4 多个100多，有这样的升级，我觉得比 G304 更有 CP 值。在键盘从 RK84 升级到科兹的 K20 跟 K75 Lite， 其中 K75 Lite 就是我在过年前答应大家要开箱的键盘，然后它是风雨轴的版本。毫不夸张的说，这是我目前用过打感跟听感最好的键盘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复习一下 RK84 的声音。再来是 K75 Lite 的风雨轴。K20 的相逢轴。RK84 的话，因为我最初是从 Cherry 静音喉轴升级上来的使用者，这款茶轴对我来说，它的回馈感其实是不错的，打起来不会有那种直上直下的感觉，但声音会比红轴大声。然后这把键盘布局偏向紧凑，体积非常的小，非常适合桌面空间有限的人，还有 USB Hub 的扩充，适合搭配笔电来使用。那桌面空间稍微大一点的话，我推荐 K75 Lite 风雨轴，跟 RK84 一样是3母无线键盘，它比茶轴又更加有回馈感，按起来也不用施加太大的力，轻轻的按就好，声音听起来真的非常棒。虽然比茶轴再大声一点，但科兹有在里面加各种处理声音的材质，让它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沉稳，打久不会有给人浮躁感。而且听 J9 说 K75 Lite 的官网结构图非常像 Ducky 的 One X， 那就来比一下吧。在声音处理部分，这两个真的非常像，不
不过 One X 还是有多出 PET 垫跟垫圈这些细节，但考虑到 K75 Lite 便宜的不到台币1000，One X 要价5000多，再选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 K75 Lite 这支便宜又好打的键盘。回到正题， K75 Lite 会比之前 RK84 再大一点，因为它要把一些功能键区隔开来，键帽又大又好按，但是没有注音符号，也没有 USB Hub， 但我还是会推荐大家买这把键盘。那我们看一下价钱就知道了。RK84 在 PC Home 现在的价格是1791元， K75 Lite 风雨轴现在在京东只要219人民币，我再多加 K20 的小数字键，总共也只要348，换成台币也才1572元，两个加起来还比 RK84 便宜，而且还有点价差，这笔钱拿去买注音键帽不香吗？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在京东购物保固会比较麻烦，真的出保了，运费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来回时间可能要等2-3个礼拜，这边就请大家自己斟酌一下。以上就是我的键鼠开箱，大家有兴趣或者疑问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会抽空回复。那重头戏来了，我终于买人生第一款 4K 32寸萤幕 Acer 的 X32QFS， 其实原本是有考虑 Top 系列啦，但他们还没出到这种极具的产品就先算了。接下来我会简单带过这款萤幕的规格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1152的分区控光，让画面的表现非常的棒，不会有奇怪的光晕产生。16:9的 4K 画质会比之前所有用过萤幕再更精致一点。AMD 的 FeelSync Premiere Pro 会比一般的 FeelSync 对 HDR 要求更加的严苛，至少比 HDR 400更高等级，所以这款 HDR 规格直接来到 HDR 1000，无论亮度、色域、位元深度，实际体验都不是之前萤幕可以比的。然后它有144赫兹的更新率，虽然不是我用过更新率最高的萤幕啦，但与其追求更新率，不如把钱省下来买50系显卡比较实在。不然没有 DLSS 的多画格生成，有哪张显卡能跑 4K 144？ 0.5毫秒的反应时间虽然没办法跟 OLED 比，但也比我之前的萤幕好上了不少。色彩空间有998 Adobe RGB 色彩范围，比之前萤幕的色彩都还要丰富，在追剧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出来不同。DOTA 1小于1的色差标准，适合有影像需求的人来使用。现在我的素材影片也是在这台萤幕上进行确认。然后提醒一下，现在刚好有活动，购买 X32QFS 的话，登录活动保固还可以从3年延长到4年哦。实际体验这款萤幕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画面会变得非常细致。以现在画面中的气泡来说，之前萤幕我细看都还能看到像素点，但现在这个萤幕我连最细微的气泡都看不到像素点，非常的细致。接下来这是我之前使用的社区卡 EVGA 的 X1， 那时候因为大哥真的太燥了，让我排到 RTX 3080，想说就买来支持一下，但它最高只能录到 1080p 60 FPS， 而且用久还会过热，有时 OBS 还会读不到，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。趁这次改造，我又入手原钢的 GC553G2， 支援 4K 144的串流，不会因为录影影响我使用体验。使用他们家的软体，甚至可以录到 4K 144赫兹，不像 OBS 最高只有 4K 60 FPS 的社区表现。那回到980 X3D 主机上，这次最大的改动就是装了4条 24GB 6000频率的记忆体嘛。超频部分我是直接开启记忆体的 EXPO， 然后为了预防主机板自动跑到异步模式，我还手动设定为同步模式。第一次超频会等非常久，一定要有耐心，不要随意关机。我是等5分钟才进入到系统，当然以后开机都是正常开机，不用再等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48GB 跟 96GB 会不会有效能上的差别。在最终幻想黄金的1跑分中，48跟96的帧数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尤其是左下角的波形图几乎一模一样，总分连50分的差距都没有。不过一般玩游戏还是差2条就好。然后趁手边机体都还没有出掉，我顺便拿之前的6400跟8000做个比较，可以发现 AMD 在这3个之间帧数都是差不多的。6000频率的确是非常有 CP 值的选择，真的很在意 0.1% 的 low 帧，再来上8000就好。另外这次买了 4K 萤幕，我决定再把5700 X3D 拖出来跟980 X3D 做比较，分别试试看他们在各种画质的游戏表现，看看高解析度对 CPU 的要求高不高。
测试游戏有逃离塔可夫，当然也少不了最新的《魔物猎人荒野》。我先从逃塔开始测试。画面上这张图是接下来的测试环境，除了解析度会变以外，其他维持相同。玩的时候，我会狂打蓝针跟群马多加快游戏进程。先回顾一下 1080p， 9800x3D 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优势，帧数整整高 5700x3D 50帧左右，显卡利用率也比 570x3D 高。最明显的就是开镜的当下，两颗 CPU 虽然都会掉帧，但很明显 570x3D 就是会卡那一下，这对 FPS 游戏来说已经足够影响胜负了。再来是新的 2K 测试，570x3D 帧数会比 1080p 还高，因为这时候游戏压力会跑到显卡，使用率常数 80%， 所以如果 CPU 不够力，显卡够强，可以试着调高画质，就可以在逃塔街区顺畅游玩。不过开镜该卡的还是会给你卡啦，并不会因为调高解析度这个缺点就没了。再来 980x3D， 我要澄清一下，在这边我旁边的 4S 店有出卡班，所以大家如果发现帧数怎么比较低，没错，就是他们在影响测试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开镜依然是顺畅的，这就是 9800x3D 最大的优势。再来战斗部分，这边真的要感谢我们 RTX 4070够力，体验下来比 1080p 好很多。大家显卡够力的话，也可以试着这样操作。980x3D 实战也算是大同小异，差别就是开镜或者 MP7 爆多的时候，980x3D 不会卡。再来 4K， 这时候会卡已经不是 CPU 的问题了，是我的4070已经跑不动了，显卡使用率都常驻满载。然后这边仔细注意 1% 跟 0.1% 的漏帧，尤其是 0.1%， 帧数已经低于10位数了。再来 9800x3D， 直接来看 1% 跟 0.1% 的漏帧。即使在显卡不够力的状态下，帧数相比 570x3D 依旧是有优势，只是我的4070不够力，导致 980x3D 出现卡顿情况。那所以即使是 4K，CPU 的好坏依然会影响游戏的体验，只是这时候显卡够不够力，才是决定有没有良好游戏体验的关键。再来就是我最期待的《魔物猎人荒野》，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有话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我的 X870X4 条20GB 记忆体
魔物猎人开画格生成会出错，直接重开机。改插2条，这个状况才消失。所以插4条到96GB 的方案，我暂时不会推荐给大家。最近也会再研究一下是什么问题，解决了再跟大家说。回到正题，这次测试当然也会测试各种画质的游戏表现，画质特效全部开到最顶，光追也会开到高。然后还有一个神秘嘉宾，就是 7800XT， 这是我在去年换掉 6650XT 后入手的第2张 A 卡。加入测试原因就是听说魔物猎人荒野有对 A 卡做优化。想看看这2张相同级距的显卡分别会有哪些表现。老样子，5700X3D 线上，看起来这次魔物猎人荒野优化真的还不够好。1080p 原生平均帧在70帧附近，跟世界比起来需要更多的效能。开启画格生成帧数会成倍的提升，但目前来说，如果能60 FPS 稳定玩魔物猎人荒野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开画格生成。因为这时候开画格生成，画面的确会更加的顺畅，延迟也没很高，但有极低的几率会有破图的情况。不如稳60 FPS 游玩也不会破图，游戏体验还比较好。至于 9800X3D 在游戏上依旧是有优势的，但真的不大，硬要说的话也只有多1到2帧。加上魔物猎人不是竞技类游戏，不会因为那0点几秒直接影响胜败。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主台电脑玩魔物猎人荒野，可以把更多的预算挪到显卡上。再来 2K 极高画质，光追开高，5700X3D 原生帧已经低于60帧稳定游玩的标准。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就需要调降一点特效，特效部分可以优先调降光线追踪或者直接关闭，这样帧数就能稳60 FPS 以上，并仍然保持画面的细致度。或者直接开画格生成，直接让显卡帮你补到100 FPS。那这边你肯定会问，教徒，你刚刚说它不是有缺点吗？没错，缺点依然在，但我觉得与其在那低几率出现的破图，现在的卡顿感才是影响游戏体验的元凶。而且我个人会推荐关闭光线追踪，而不是开启画格生成，因为荒野的光影表现真的就还好，而且都上到 2K 了，我会比较在意画质的精细度。再来 9800X3D 还是跟5700X3D 一样，多拿1到2帧，考虑 CPU 之间有1万块的价差，这笔钱拿去升级显卡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在 4K 极高画质的光追开高，5700X3D 原生帧已经剩30 FPS 左右了，绝对不是一个良好的游戏体验。这时候也绝对不要开画格生成，因为你会得到超级大的延迟，严重影响游戏体验。解决的方法就是降低特效，或者买张更好的显卡。没办法，RTX 4070的极限就是在这边。那 9800X3D 还是老样子，有优势但不多，这次连1帧的差距都不到。那真的没办法，只好请出我们的 RX7800XT， 看看 A 卡在魔物猎人荒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首先 1080p 画质极高跟光追开高的情况下，7800XT 已经可以摸到80帧的尾巴，而画格生成可以达到160帧左右，比之前的 RTX 4070高20帧。比较让我惊讶的就是这件事发生在比 RTX 4070更便宜的显卡身上。果然在荒野用 AMD 显卡还是挺香的嘛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优化的关系，9800X3D 在这时候能比 5700X3D 高出5帧左右，不过依旧弥补不了他们之间将近1万块的价差。我还是推荐优先提升显卡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而整体来看，7800XT 在这2个平台都有相当大的优势，所以玩荒野与其选择50系列空气卡，不如选择 A 卡还比较实在一点。2K 部分，7800XT 的表现依旧比4070好，会有再多2-3帧的差距，但体感来说我觉得差不多，依旧是要调降一点特效才有比较好的游戏体验。9800X3D 在这边会比 5700X3D 多出个2到3帧，但部分场景还是低于60 FPS， 还是建议调降特效，获得比较好的游戏体验。2K 部分跟4070比的话，7800XT 原生帧最多可以差距到4帧，画格生成的提升也比4070高出20帧以上，这就是荒野对 A 卡的优化吗？太香了吧！ 4K 部分当然更不用说了，无论是 5700X3D 还是 9800X3D， 碍于显卡瓶颈，依旧没办法画质全开 4K 60 FPS。4K 部分 7800XT 依旧领先4070，
但原生帧的领先幅度就没有之前这么多。帧生成虽然能到80帧左右，但这边看看就好。无论是4070还是7800XT，个人体感如果原生帧低于50帧以下，即使开画格生成补到高帧数，在转向或做一些动作，还是会经常出现卡顿感跟延迟，体感绝对比不上原生帧60fps 稳定游玩。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啦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买了 4K 144萤幕，却败在买不到50系列显卡，享受不到 4K 高画质特效全开的游戏体验。那接下来我还会介绍一个方法，让我们荒野画面不会这么糊糊的。也要感谢巴哈姆特的伊大发了这篇教学文，拯救茫茫众生，脱离 PM 2.5啊！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打开《魔物猎人荒野》的游戏资料夹，找到档名为 CONFIG.INI 的记事本，使用搜寻功能把上面这一串英文后面的 true 改成 false， 按存档再打开游戏就完成了。这边就让大家欣赏一下打开跟关闭的差别到底差在哪里。我是觉得差超多的，尤其是关闭的画面，我甚至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山中的山脉有魔物在飞。最后唯一的遗憾就是东西都到齐了，唯独显卡买不到。我真的不知道显卡在缺什么。那没关系，在下一次我准备各种方法，让我的 4K 144萤幕发挥它真正的实力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是不是该开始狩猎了？以下是我跟米娅跟 J9 狩猎所认同的精华片段。至于什么精华，我们看了就知道。另外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我们开始吧。老兄，你有开麦吗？有，我有开麦，有声音吗？有。OK， 那要开打了吗？哦，J9 已经开打了。结果他已经开打了。这是金冠吗 ？J9。好的，他不会讲话。我来看一下。没有，普通的。啊，J9 金冠跑哪去了？我是不是被抓到了？不要摔我！不要摔我！不要摔我！哦耶！是的。他要死了。来了，来了。他要去睡觉了吗？不确定。当然是给他睡觉喽。是啊，省点事。我们可是动保人士，不会乱杀魔物的。照样抓。搞事啊，J9！你搞事啊！全部领取，真香真香。